美国通胀持续高位运行，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却再创新低。为此，拜登正想尽一切办法来为飙升的物价降温。而是否取消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的关税，成为当前拜登政府为抑制通胀面临的艰难抉择。中期选举步步逼近，共和党优势出现端倪的情况下，美贸易代表戴奇的强硬阻挠，还能拦得住拜登采取行动降低对华关税吗？来看报道。路透社周三报道称，根据民调机构易普所集团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总统拜登的公众支持率连续第4周下跌，目前仅为36%。外媒普遍认为，难以应对经济问题是压垮拜登民调的主因。3月份，在美国通胀率达历史性的8.5%时，拜登就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将应对通胀作为最优先事项。此后，他在美报发布长文，3番5次举行演讲，在白宫会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商谈对策。但最新发布的5月通胀数据不降反升，跃至8.6%，创下40年来最大增幅。34% of Americans rank inflation as the most urgent issue facing the country today. Like the markets, Biden's approval rating continues to decline. A new Yahoo News YouGov survey found that i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re held today, voters prefer Donald Trump to President Joe Biden 44 to 42%. 事实上，自去年8月以来，拜登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下，这是一个警告信号。因为根据美国盖洛普的研究，拜登之前的6名总统如果执政前期的支持率低于50%，其所在政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会丢失众议院大量席位。目前，美国26州中期选举初选结果出炉，共和党的优势初见端倪。出于对拜登政府的不满，美国各民意调查数据均显示，摇摆州可劝说选民倾向于倒向共和党。美国政治新闻网由此预测，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极有可能一举控制参众两院。共和党选情向好的情况下，不仅前总统特朗普跳出来多次叫板拜登，保守派媒体也对拜登政府大肆嘲讽。Oh, poor President Biden. That poor bastard can't even stay upright on a bicycle. Oh, he's old, he's tired, he's almost 80. His approval ratings are in the toilet. Visible Dems are ready to push him aside and hope some new unicorn/donkey hybrid can flounce in and save the party. But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before the midterms. You know what will happen? Higher gas, worse inflation, and the president is going to fail, fumble, and screw up, all while drowning in a bucket of excuses. 右翼媒体对拜登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面对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白宫和拜登屡屡甩锅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物价飞涨归结于俄乌冲突。拜登甚至还为此创造了个新词儿“普京涨价”。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出席美国会参阅银行委员会听证会时，公开反对普京涨价的说法。Would you say that the war in Ukraine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inflation in America? No, inflation was high before, certainly before the war in Ukraine broke out. 鲍威尔还在听证会上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加息以遏制通胀，但同时他也承认加息有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风险。另外，面对燃料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单纯加息也可能无济于事。通胀已经持续太久了，而且是处于非常高的高点，疫情带来的供应链的问题，还有包括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对于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持续的这个高涨问题，其实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也就是这对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空间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抑制。实际上，想要抑制令拜登团队头疼不已的通胀，美国智库早就给出了一份可能有效的方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3月发布的报告认为，削减对华加征关税或使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次性下降 1.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获得797美元。拜登团队内部以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为首的削减派多次呼吁尽早削减对华加征关税，而以贸易代表戴奇为首的维持派既不认为对华加征关税是推高美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也不认可削减关税能够对抑制通胀产生多少作用。
支持率低迷的拜登越来越倾向于取消对华加征关税，以降低国内物价。两大特征显示，拜登或在近期采取行动。首先是拜登政府近期放风的层级不断提高，从以前只是一些内阁级成员的发声，到最近拜登本人多次明确表态，正在考虑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另一个特征是，拜登明示对华关税不是本届政府加征的，他把这个锅甩给特朗普政府的同时，也是给即将削减对华加征关税做铺垫。不过，有分析认为，随着拜登不断拖延做决策的时间，降低对华加征关税能够产生的积极作用也将逐级递减，因为政策从落地生效到产生实际效果还有一段时间差。而对于急于通过解决通胀问题为中期选举加分的拜登来说，为时已晚。除此之外，对于通胀和关税之间到底存在多高的相关性，那美国的经济学界也是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拜登政府尽管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试图去推动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他必须要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持，使得这个决定会变得更加艰难。那在您看来，面对拜登想通过减免关税来阻止中国进一步走近的企图，中方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几天前，拜登本人曾经亲自对外宣称，自己将很快与中国最高领导人通电话，以讨论对华关税问题。而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则表示，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但需要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元首保持交往十分重要，具体应由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共同商定，并为此营造有利条件和氛围。而在我个人看来，中方之所以摆出这样一种态度，一是因为中美贸易战本身就是由美方主动挑起来的，对华加征额外的关税本身就是特朗普执政时期所犯的一个损人而又不利己的错误，美方犯下的错误理应由美方主动纠正。二是在这件事情上火烧眉毛的应该是拜登政府，因为当前的美国正面临着40多年以来罕见的高通胀威胁，美国民众为此怨声载道，并严重冲击到了拜登本人的民意支持率与即将到来的民主党中期选举。三是在解决当前的高通胀问题上，拜登政府唯一可以动用的手段就是减免部分甚至是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其他的因素诸如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等等问题，都是拜登政府无法做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6号或8月23号，特朗普对华加征额外关税的期限就将届满，到时候拜登政府将不得不面临着是要继续延续呢，还是要取消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是否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表面上看来他的主动权似乎是在拜登手上，但这只是一种错觉，真正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中国手上。至少中方可以摆出一副爱减不减、视听尊便的超人态度。